大家好，我是猫盾，今天我们来聊少前二的装备要怎么培养比较好。首先，每一把武器都会有4个配件，第一个主配件会有4条副属性，只要刷到橙色配件，并且有攻击、攻击加成、暴击和暴击伤害的其中3种，就可以开始培养。当中只有主配件能产出暴击伤害，后面的3个配件都不会有暴击伤害。虽然暴击伤害是比较珍贵的属性，但还是要看人形是否有暴击的能力，才决定需不需要暴击伤害属性。一般人形的初始暴击率都只有 20%， 只有拥有超过 50% 暴击率的人形，才有需要去叠暴击伤害属性。能增加暴击率的管道还有武器、武器配件、共件和人形技能。紫色或以下的武器只有1条攻击属性，但橙色武器却还会有多1条属性。一般第2条属性都是攻击加成 15%， 但也有少数是增加暴击率或暴击伤害的。比如佩利提亚的专武，光学幻境就可以增加 25% 的暴击率。托洛洛的专武游星就可以增加 25% 的暴击伤害，这些数值加成都很可观。橙色专武的属性本来就比紫色的高，现在再加上还有多1条属性的优势，所以一般抽到重复的专武都会更倾向先拿去给其他人形使用，而不是直接拿去调教。共件的部分，可透过契合度拿的共件中就有维普磊和佩利提亚的共件，可以提供完美的暴击、暴伤和攻击加成。透过心智螺旋拿的共件中，就有琼九和佩利提亚的共件可提供暴击提升。当然，如果其他人要使用，还要看共件提供的技能是否适合人形使用。人形技能方面，托洛洛就有光级可以提升暴击率和暴击伤害，所以托洛洛就是其中一个能打出暴击，并且很适合培养暴击伤害的人形。配件的属性又可分为初始值和精调值。画面中标记白线的部分就是初始值的最高点，所以初始值能越靠近这条白线就越好，因为它将会影响后续属性可精调的上限。属性最高可精调 200%， 也就是初始值的2倍。如果你的初始暴击是 3.5%， 那么最高就只会达到 10.5%。如果初始值是 5%， 那么最高值就可达到 15%， 以此类推。每个武器配件都只能精调1次，重复精调的效果不会叠加，只会被覆盖。每次精调均会随机出现40%至 200% 不等的增幅。如果对精调结果不满意，可以选择不保留本次精调后的结果。由于每次精调的上下浮动都很大，所以要全满 200% 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要平均每条属性都有 150% 以上的增幅，其实就可以算是暂时毕业了。当中还可以使用精调增幅芯片来保证刷出来的属性一定会有 100% 以上的增幅。在初始属性的追求上，先求有其4种属性，才来追求更高的初始数值。前期在还不能打最高副本前，只要有其中3种属性，就可以先精调1次，暂时用来过渡使用了。直到你能打通最高的副本后，才来追求4属性和更高的初始值，才来追求全属性 150% 以上的增幅。精调增幅芯片也应该要留到出现满意的4属性后才开始使用。接着我们来看后面的3件武器配件，这3个配件只有3条随机属性，当中不会出现暴击伤害，所以最好的就是攻击、攻击加成和暴击了。当然，这3个属性并不是绝对的，因为不同的人形还是会有不同的需要。后面的3个配件会有多1条组合属性，3个配件都需要装备同一套才能激活。在套装的选择上，输出型人形常用的组合有2种。第一种是最方便的异位打击，但在使用异位打击前，还是要先了解什么是异位，以免使用不当。异位其实就是元素，指的就是灼刻、酸蚀、燃烧、电导和冷凝这5种属性，只是官方用了难懂的字眼，所以才会造成混乱。异位打击会使我方对拥有异位属性减1的目标造成伤害提升。夏克里的异火、索米的雪崩、莫辛纳干的导电，
这些都是异位减役。只要敌方身上挂有这类型减役，我方攻击时异位打击的效果就能生效。所以，如果你使用了异位打击套装，就必须要确保队伍里也要有能释放异位减役的人形，不然套装就白带了。而且在技能释放顺序上，应该是先上减役状态，然后才放技能输出，这样才能最大化异位打击的效果。所以千万不要傻傻的看了攻略，使用了异位打击，却不知道要怎么使用。即使你用的是自动，先手动上减役后才开自动，结果可能也会不一样。异位打击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只要减役挂上去，不管什么技能都可以吃到增伤。而且在培养装备上也会更节省资源，无需按照个别人形的异位属性去逐个培养对应的套装。只要培养了一套异位打击的装备，就可供所有使用相同装备的人形使用。当然，异位打击也不是完全没有弱点的，它的缺点就是要逐个先上减役后，增伤才能生效。在打小兵时，你很难对所有小兵都同时添加减役。第二种是按人形的异位属性去培养相应的增幅套装。使用灼刻的就去刷激流增幅套装，使用燃烧的就去刷灼热增幅套装。使用增幅套装的好处就是增伤幅度更高，比异位打击的 15% 还多了 5%。而且只要技能中带异位属性，增伤效果就可以生效，无需先叠加减一那么麻烦。而坏处就是在培养上会更耗体力去刷配件，而且也不是每个技能都带异位属性，都能吃到增伤。就比如托洛洛的3个技能中，就有一个是没有异位属性的，那么该技能就无法吃到套装增伤。托洛洛因为每个技能都需要循环使用，如果带了激流增幅套装，那么没有灼刻属性的那个技能就是零增伤。整体增伤收益其实是会比3个技能都能吃到 15% 增伤的异位打击低的。再说琼九，虽然他的技能里有2个带燃烧伤害，但琼九的主力输出其实全在支援攻击上，所以支援攻击才是重点，带灼热增幅并没有什么用。支援攻击打的都是物理伤害，所以即使要带增幅套装，也应该是带实弹增幅，而不是灼热增幅。带实弹增幅的琼九，每次支援攻击都能稳定吃到 20% 增伤，在使用上是比异位打击更方便的。如果想知道技能有没有触发，只要在战斗时留意画面的右上角就可以了。最后再举一个例子，可露凯的3个技能都有酸蚀伤害，加上行动早，大招范围大，这时就不可能给他用异位打击，直接上一套强蚀增幅才是正解。异位打击虽然很省资源，但该使用增幅套装时，还是不要吝啬你的体力。一个强力的主输出是绝对值得你花体力去专门为它弄一套增幅套装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其他组合里还有没有什么好用的。制胜追进，其中制胜技能指的就是人形的第3个技能大招，一般都需要消耗高导染才能释放。制胜追进的效果可以叠加，每叠1层都可使技能造成的伤害、治疗以及护盾效果提升 5%。虽然叠满4层的增伤一样是 20%， 但因为速度太慢，所以输出人形通常不会带这个组合，更多是给大招能治疗或增加护盾的人形使用的，比如索米就很适合使用制胜追进。双重对策，触发条件麻烦，增伤又不高，所以基本不会带。异位提振同样是触发条件麻烦，但增伤一样只有 20%， 所以也不会带。应急修复，治疗人形专用，但奇塔不适合使用，因为它的治疗在被动上。减伤支援，使用防护类技能时，可为友方单位添加范围防御。技能上有写防护类的都可以触发，目前只有塞布丽娜和闪电有相关技能。范围减伤这个能力很稀有，但实际可应用的场合却不多，等有需要时才来练也不迟。统整下来，真正比较有用的组合其实就只有制胜追击、异位打击、应急修复和各种增幅套装而已。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如果觉得视频有帮助的，就多帮忙分享出去。
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